我就活7个月，我就要比他说的多1个月。我当时心里面的就是那种不服气，我就觉得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不是你说了算。除了这个PDY 以外，还有其他的治疗吗？没有。就在肝药维持。我觉得我的身体各方面、精神、精力都非常好，我根本就不相信我得了病，而且还一查出来是个中晚期。我当时不能接受，我跑了7个医院去确诊，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，我的心里才开始接受。我一直都在想，是不是误诊了呀？抽完血以后的话，明天上午来找我啊。啊，抽完血就回家了。对对对，明天上午几点呢？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来找我。好，谢谢。当时我的左锁骨这里长了一个鸡蛋这么大小的一个包，然后我的腋下、我的胸部纵隔里面全部多发性淋巴结肿大。一般发生远处转移的人就很快了。当时把我家人喊过去，他说：“你们治还是不治？想继续往下走，那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，但是我不敢保证能救得回来。”我家人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救。”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这个小孩太年轻了，可惜了。说你们治下去也是人财两空。照我看来的话，这个发展这么快的话，半年吧。”他直接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还有半年时间。就是这个吗？鳞癌抗原 SCC 1.3，在正常范围值。啊，这个在正常范围之内。哎，它小于1.5啊。这个1.88，小于3.5啊。我以前这个可高了，我以前这个在1.5范围之内，我都20几了，你看多少倍啊？所以这次这个治疗还是很成功的。这个以前也非常高，这2个就是肿瘤的标志物，就是肿瘤标记，就是说现在已经慢慢在往下降了，回到越低越好，是越低越好，就是回到正常了是吧？回到正常值。所以还是很开心的。对啊。3月份的时候，一个医生说我还有6个月，但他说我半年的时候，我就一直相信我不止半年。我当时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要活7个月。我当时给自己的目标很短，我就活7个月，我就要比他说的多1个月。我当时心里面的就是那种不服气，我就觉得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不是你说了算。我到7个月的时候，我说没事吧，那行，那我要活到今年过年。我到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在想我要活3年，3年的时候我想5年，我给自己定个小目标，慢慢去完成我这个小目标。请问一下，46床朱秀珍。啊？22啊？12啊？谢谢。谢谢。奶奶。不难受啊，不难受。我们生病嘛，生病养一养就好了，不难受。我刚从医院来哦。你怎么样好？现在蛮好的，我昨天那个报告拿出来，所有的指标都正常。都正常。都正常。好，现在好了呀。好了。好了。对呀。好了。好了，你就放心了啊，你就放心。其实以前我觉得老天不公，因为我家里面是这样子的，我爸耳朵一点点能听到一点点的声音，然后我妈是她一只眼睛看不见。小时候的这些学杂费这些东西都是我姑姑叔叔他们供我，就是说我们家的条件其实较差的，所以呢我没有读书读很多，我就想走入社会，然后呢找一份工作，然后干起来，让我的父母他们在我的亲戚朋友面前能抬得起头。然后我从走入社会以后我就打拼，一直就是跟自己讲我要努力。然后我就觉得老天对我不公，在我辛辛苦苦拼搏了10几年以后，我好不容易可以开始我的小生活了，可以走一个开始我的幸福生活的开始的时候，查出来生病了。其实我
以前有一个男朋友，也考虑到结婚的问题。我当时对象就讲，就说那你就别上班了，就辞职了吧，正好调养要个宝宝，然后就不上班了。那时候身体老是累，经常去医院挂水。他说去做个体检嘛，结果哪知道一去的当天就大出血了。他呢？对象都不在一起了，就不谈他。分开了呀。那时候就脸上没什么血色了。今天我才准备照第6个光，不知道坚持到哪一个光了。好辛苦啊！不过气色看上去还好。朋友们路过了点个赞吧，我都没什么力气说话了。一定要加油扛过去，好起来，加油！这1年的苦把我30多年的苦都吃了。我经历过大出血，病床上的床单都是一下子就换的，就很厚的棉花都换掉了。那时候出血是非常严重的，医生当时就讲我尽力，当时就给我3个字，我尽力，也没有说就是我一定严重到什么程度。然后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是挺严重的，就等于说跟死神插了个边。然后就是放疗，放到大概10几个，我才止血才止住，就是每天就是塞纱布，塞到你小便小不出来，就是4、5块纱布就往你身体里面塞，然后不然止不住血，就这个样子。我们这个坚强的姐妹群，原来这个群里面是12个人，就剩下7个人了。因为我们群里面已经很久没有过好的消息了。然后我昨天检查报告正常以后呢，我就发给姐妹们，我说好消息，我正常了。然后我又问了大家发了几个信息，没有人回，我就很担心，就群里面都没有人讲话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又不敢问。像我现在这个免疫治疗，是因为我的家里卖掉房子了，现在暂时还够我的治疗费。还有很多人明确告诉你，知道他现在这个 BT1 能治好他，没有钱，跟我说，我好羡慕你啊。看了多少钱？50万左右吧，15个月。就是剃头发那天啊，我流眼泪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就是有一天会这个造型。理发店里面嘛，我在想这么多人，我一定不哭，一定不哭。后来再剪下去的，然后再给我剃光的时候，忍不住鼻子一酸，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这种光头造型。我2天、3天没回家，然后我家人很着急嘛找我，其实我是不想让他们看到我那个样子，我怕他们接受不了。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叫许大胆？其实我以前胆子挺小的，就是说实话，就是刚开始说要放化疗的时候，会前怕狼后怕虎的，怕很多很多。现在我只希望就是自己做到什么都不怕。我现在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了，因为经历过生死了，你还不看淡所有嘛，对不对？像我这种，从死亡边缘走回来的人，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怕。这个是生病的时候，我去拍了一套古装。我是知道我即将要掉头发的时候呢，我说赶紧在没有掉头发去之前呢，去拍一个古装。而且我那时候去拍的时候，我还跟他说，给我拍美一点啊，我可能这就是我最后一次拍照了，你给我拍美一点什么什么。那时候怎么想得起来拍这么多照片？我是这样想的啊，我就觉得，我要是生病挺过去了。我回头看看，我自己会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段时间，是对我是一个纪念。我万一有一天不在了，我家人可以看看，也是对我的一个念想。你想想看，老来丧女的话，他们肯定是最起码有一个是东西给他们留着。